1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就我为东张地区例行巡逻发表谈话指出，12月9号，西部战区边防部队为中印边境东段东张地区实控线中方一侧组织例行巡逻，遭到印军非法越线阻拦，我应对处置专业规范有力，稳控现地局势。目前中印双方已脱离接触，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管控约束一线部队，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同日，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据我们了解，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实际上这次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一次边境冲突，而且呢双方都是进行了克制，所以呢事态呢很快就得到了稳定。这点呢是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话可以看出来。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呢所说的也能够看出来。而且呢从龙少华大校呢所说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呢在事态发生之后，中方呢处置是非常的果断有力。而且呢是在处置的时候是相当的专业规范的。那再有一点啊，就是他强调了一下稳控现地局势。那也就是说当时呢就把局势已经控制住了，而印方呢马上也是呢退了，这就使得呢冲突呢没有进一步升级所以呢整个局势马上也是恢复到之前的这种状态。印度印刷报报道称，冲突发生在12月9号，地点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及中国藏南地区的达旺地区。最初有约50名印度士兵与中国军人发生冲突，随后有约300人参与，双方互相投掷石块，并使用了棍棒等冷兵器。有印军消息人士说，至少15名印度士兵在冲突中被打倒受伤，还有人骨折。印度外交部目前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但印度军方早前发表一份声明，证实冲突确实发生，以及双方少数人员受轻伤。事后与中方在现有框架下，在一线进行了沟通，以维持和平与安宁。声明强调说，双方随后在该地区脱离接触。另据印军消息人士透露，印度方面至少有2个不同部队的士兵参与冲突。据悉，印度军队在实控线附近的部队主要执行巡逻任务，并且组成了若干个快速反应小组，目的是在需要时对解放军形成人数优势。此外，自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陆军在实控线后方新部署了所谓第2道部署线，安排有后备部队。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目前印度官方的表态仍较为模糊，而近年来印方也在就边界问题降温。历史上，印度军队多次在中国边境上挑衅，这一次印度再次挑衅，一方面希望借助中美博弈的机会获得美国的支持，在边境问题上争取更多的利益。以往的几次危机，中国军方没有给印方带来任何便宜，印方已充分了解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德桑平原仍是咽喉要地，中方寸土不让。据央视新闻公众号报道，解放军边防巡逻有了新装备。近日，执勤官兵驾驶新型履带式全地形车进行巡逻。这款骏马全地形车全长8米，分为2节，第1节为驾驶方舱，第2节为巡逻方舱。车内配有空调，最大可承载人数12人，时速可达60公里。凭借着攀爬能力足、动力强悍等优点，官兵驾驶全地形车一路畅行无阻，哪怕巡逻道路坡度变大也能顺利通过。车辆适用于雪地、山地、丛林、沙漠、沼泽等多种复杂地形。以往雪地巡逻，官兵徒步前行要用1天时间，新型全地形车的投入使用，提升了边境管控效率。另据今日印度网站消息，印度军方表示放弃维沙尔号航母计划，原因是预算不足。今年7月29号，印度海军接收首艘航母维克兰特号，印度海军参谋长哈里库马尔本月3号表示，打算再建一艘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姊妹舰，最终实现3航母的目标。哈里库马尔上将曾担任2017年退役的维拉特号航母舰长。
哈里库马尔表示，搁置排水量为65000吨的维沙尔号航母是务实的。他对维克兰特号的技术指标表示满意，以充分使用现有建造经验，并节约建造费用。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哈里库马尔发表这番讲话的前3天，印度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该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面临通胀高、利率高和海外订单不足的困境。第一个原因当然可能是经费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维克兰特号，那它其实经历了蛮长的时间，而且它的工期延误，然后加上它的这个经费也不断的追加，所以让它的经费成本非常的高。所以我相信印度海军它必须要考量到说，如果我要再建造一艘新的航舰的话，那我在建造的过程上面，我的技术部分，然后我的成本会不会在不断的追加，这个他必须去考量的。事实上来讲，大家必须知道，全世界我们现在看到，大概只有美国海军有养这么多的航天战斗群，所以建造航空母舰是一回事情，当然你的技术有门槛。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养航空母舰其实也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不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能够养得起。根据印媒的报道，被放弃的维沙尔号航母将是一艘弹射起飞、可容纳更多飞机、使用核动力推进的65000吨级大型航母。预计其全寿命周期花费将是维克兰特号的2.5倍，但维沙尔号的技术缺口很大。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印期间，莫迪曾当面表示希望引美军航母的蓝祖索技术，但特朗普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当时有军事观察家就指出，此事暴露出印度连蓝祖索的技术都没有掌握，因此航母的弹射器和核反应堆的技术更不可能被印度掌握。实际上，舰载机也是印军面临的一个问题。印度国产光辉舰载机被曝要10年之后才能服役。印军近日举行了舰载机国际招标。据印度斯坦时报12月8号报道，印度军方高层选中了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阵风 M 战机，采购量为26架，而美国波音公司的 FA-18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局。印度空军目前拥有2个阵风战斗机中队，海军这次也相中了阵风的舰载机型，在零部件和维护保养方面将降低成本。